好，最近美国感觉真的是灾祸不断嘛，大家关注到说这个加州的大火嘛，洛杉矶的野火持续在延烧哦，而且现在还有圣安娜焚风增强啊，有可能会助长这样的火灾，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这个河滨郡哦，14号下午已经爆发了新的火灾，被称为叫做史考特山火。那路透指出呢，这个洛杉矶的野火至今已经夺走了24条人命，超过12000栋的房屋受损或是毁坏，4万英亩的土地被焚烧，还有超过88000人遭到撤离哦。那刚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推播消息是说，现在目前估计损失哦，财损高达了2500亿美元之多哦。那人家讲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惹的祸？现在这个矛头指向了起火原因，可能是跨年的烟火惹的祸。那当时这样子跨年烟火的火灾复燃，导致了这一波的洛杉矶野火吗？那我们看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报道，他就讲说，一个美国怎么出现了2个世界的情况，一方面是加州持续受到这样野火的侵扰，但是呢，中部啊、东部啊多州又遭到了暴风雪的影响哦，所以大量的降雪跟低温的天气其实对于居民造成非常严重的生活威胁。你看，一边是这样子烧的这样子啊，这个燃烧的野火都灭不了；一方面暴风雪也造成了一些灾害啊。所以我们看看这一次川普怎么说呢？他说他其实看到了一些画面如果是真实的状况，其实比电视上看到的还要更加的严重。他说简直破坏的程度就堪比像是被核武击中一般，比核武击中还要惨哦。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场面，绵延数英里的房屋被烧成了灰烬哦。大家可能在网络上面都有看到一些相关的影片，那样子一整片富人区那么漂亮的住宅区现在完全是被烧成了像是灰烬一般，真的是有一种这种惨不忍睹的这种状况。那现在还有人在批评，就说加州州长的纽森怎么面对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还会出现那种摇头晃脑、耸肩，然后那种咧嘴笑这种表情所以就被人家骂。那当然批评他的人是马斯克的铁粉也是比较右翼的评论员。他说纽森到底是出什么问题在讨论这些投机客抢购野火蹂躏之后的房地产的时候，像个疯子一样的咧嘴在笑。那网络上面也骂声不断甚至还有人觉得说纽森处理不当，所以现在要展开罢免行动。这一场加州的这一场野火等于已经是把纽森的未来给烧掉了嘛？因为本来很多人预测说，川普只能这一届做完嘛，接下来是不是就是会是范斯来选这个总统？可能未来就4年之后会是纽森对上范斯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一场大火把纽森的机会也给烧掉了。那也有人去问就是 NBC 的记者还跑去问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说，会不会给予美国洛杉矶这个山火民众提供一些援助呢？就是自己跑去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大陆外交部讲说，他们也会对于这个相关的罹难者跟伤者的家属表达一些慰问之意那再来我们看看。马上7天之后，川普就要就职了。美国的科技业是已经在备战了，因为很怕这个川普2.0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又要来了嘛。那根据 NBC 的报道，他们是一个独家消息说好像目前看到的座位区马斯克、祖克伯跟贝佐斯呢3个人是坐在这个比较重要的，一同坐在台上。相当被重视那所以你看，马斯克还在他的 X 上面讲说，能够有如此凸显的位置他倍感荣幸。但是相较之下，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就讲说，最近没有被邀请到海湖庄园所以他还没有见到川普。那但是他说他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去那边，然后跟川普当面祝贺一下。那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一个辉达的黄仁勋他本周其实是
要到中国大陆去啊，要去这个北京，还有一些这个大城市哦，要去走动走动。但是，我们台湾媒体最近报道都是说，他要周五的时候要来台湾吃尾牙，但是他去北京的行程倒是非常的保密哦。但是他应该是先去了大陆之后再到台湾，因为现在要面临到的就是川普可能接下来 AI 晶片的限制会是延续拜登的做法呢，还是会有一个新的可能会是比较针对性采取不同的态度吗？有可能会扮演救世主吗？因为现在 AI 产业或者是晶片业也都是有一点好像这个剉咧蛋的那种感觉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美国的禁令。一直有在那边分等级，说这可以卖，这个不能卖。大陆外交部非常生气了，他们觉得说这是在剥夺发展权啊，你无权剥夺包含中国在内广大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以及实现发展的权利哦。所以这个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接下来这个贸易战恐怕全球7天之后就可以知道下一波会是如何了。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翁老师。事实上我们看到包括了这个，先从拜登这个加州的野火开始说起，我们必须说现在进入到一个政治的口水战，但是这毫无疑问，这非常符合逻辑。所谓的符合逻辑，就是川普或者是现在的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之争。那当然，在加州的野火呢，坦白说有天灾的部分，但是真的完全没有人祸吗？其实很难这样说。应该是说，在加州的州长纽森，确实加州有天时地有足够的丰富的资源，所谓的资源，至少非常多的有钱人，税收也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可是呢，在这一次的野火当中，事实上州政府的表现确实是不如人意，而且在水的这些调度之上呢，虽然啦，川普绝对是有夸大的说法，可是加州的州政府恐怕也是难辞其咎，包括了消防队的调度，包括了水的调度，事实上都有可以检讨之处。那当然，就如同翟轩所说到的，加州州长纽森确实是在美国的民主党内被预估为将来2028非常有可能挑战大位者。那这一次呢，出了这样的野火的事件，毫无疑问的共和党的这个批判也是非常符合政治逻辑，所以我们后续可以来观察。但是必须说，加州的状况，如果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一次贺锦丽在加州只赢了100多万票，其实已经对民主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警讯，也就是民主党的执政恐怕品质真的没有太大的保证，至少在最近选民反映出来是这样，野火恐怕是真的雪上加霜。至于说科技产业，甚至是所谓的企业大佬大亨们，在川普就任的时候都坐在关键的位置。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一波，川普当选之后，过去可能跟川普不是有这么好关系的，脸书的 Meta 的马克·祖伯格。Apple 的这个总裁库克，事实上之前都绝对不会是川粉的。可是我们看到形势比人强，当川普当选之后，这些大企业家纷纷，就算不敢说是这个示好可是恐怕至少要想尽办法的让川普不要这么讨厌他，不要这么的这个不喜欢这些企业。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川普时代，新的川普时代，他们的川普的作为会跟过去的传统人物不一样，所以他们都纷纷示好，这是毫无疑问的。接下来呢，川普的中美在川普执政时期，中美的所谓的竞争，结构性的竞争不会改变，科技产业也确实有很多的担心。可是我们必须说，川普时代将会是一个大交易。大斡旋的时代，所以这些公司呢，恐怕现在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跟川普打好关系，确保川普在谈判桌上不会把他们先丢上谈判桌，先被排斥所以其实我们了解川普的这个逻辑之后呢，不管你看科技产业的竞争，还是甚至是国际政治，甚至是中美的交锋，为什么我们要一直提醒台湾要非常小心的注意每一个细节，而且呢，也要真的要想办法去掌握到完整的资讯。在川普时代，每一个小的细节都有可能是交易的筹码，这一点对于企业界很紧张，所以才会拉拢关系。其实，在政治圈恐怕也是一样的。好，来请教介老师。这个加州的山火目前为止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控制，还有继续扩大的可能所以2-3天前我们讲损失是1500亿美金可能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往上跑。
然后就是说被疏散的人口，还有被这个焚烧啊，就是说这个的房屋啊，可能会继续增加。那所以这个说我们这个川普先生啊，他昨天在他的这个自己的社群网站出social，连发2文，2个文章相隔不差9个小时。他第一篇文章他就写得非常清楚，他说把水放出来 ，release the water， 把水放出来 ，Newsom， 他讲纽森州长，他没有叫他 Newscom， 他本来都叫他 Newscom，Newscom 就是新人渣。scum 是人渣，他现在对他客气，他就说纽森把水放出来，那你到底出什么问题了 ？What is wrong with you？ 他说你到底出什么问题了？结果呢，9个小时他又发了一篇文章，而且还用这个粗体字啊，把它写得非常清楚。他说实在是太讽刺了，加州的合法的居民啊，他们乖乖的缴税。让这个州政府呢能够来保护他，这些很多缴的税也到了加州的什么消防局，所以消防局应该来保护他。可是呢，加州州政府把这些钱用去干嘛？用到的这些非法移民的身上，帮他们安置。然后呢，现在呢，他说他是很奇怪的，他说非法移民放的火，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讲啊。他说那现在情况就变成就是你房子被烧了，结果呢你交出去的税，那个政府应该来派消防队来帮你救火，结果他没有来救。他说这个是一个什么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讽刺。也就是说，他又把非法移民跟这个连在一起。他说，意思就是说，你这些钱都白缴了啊，他钱没有用到正确的用途，失火了，加州州府怎么样？束手无策。那现在看起来，加州政府确实是束手无策，而且我觉得他们最愚蠢的一点啊，这个 Newsom 跟他的现在的那个洛杉矶市的市长也加入口水战。对，所以他现在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啊。他越加入这个口水战啊，对他越不利。因为大家这个时候就要看到他们去积极投入这个救灾嘛。然后呢，已经被烧掉房子这些灾民，你将来要怎么处置？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的啊。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一场火啊，很可能就把这个共和党啊，民主党多年来在加州这个独霸的这个地位啊，可能会动摇，甚至在这个未来的州长选举里面那么很可能会让民主党付出惨痛的代价。好，请教舰长。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其实呢是2个世界，东岸大雪，西岸大火。那这一个状况呢，那大雪的部分呢，当然是跟现在的有关于北极的这一些气流南下有关。那至于说西部的大火呢，其实除了原来加州就较为干燥之外，另外也就是我们前几天在节目里头讲过的圣安娜焚风的部分那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大家都忘记了一件事，也就是我们前几天在美国前总统卡特的丧礼上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那个就是美国前副总统高尔。那他曾经出了一部电影还因为这部电影他得到了那个纪录片的男主角奖那就是不愿面对的真相。我们看到我们回想一下，在2011年出现这个不愿面对的真相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什么？那个时候就不断的提醒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地球暖化，但是现在在骂来骂去的各方，我有哪一个人相信地球暖化？最不相信地球暖化的那个人叫做川普那我们回头想一想，刚刚说到的高尔的这部电影那其实他用了非常多科学化的数据。其实这部电影在我们台湾也有类似的
一个纪录片，那就是陈文茜小姐所拍的正负2度 C 的这部纪录片了。那这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地球林林总总的状况，都是地球暖化的结果。那如果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这一些芝麻绿豆饼干屑的问题，没有正视气候所产生的问题的话，永远都是被这一些政治人物玩弄在手中啊。那另外呢，当然现在对于中国大陆又祭出了新的管制方案，但是刚刚翁老师就特别讲过啊，有关于这个小院高墙搞了这么多年，现在证明无效，结果第一个倒的是谁？第一个倒的也就是成熟制成的这一些晶片厂商嘛。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进入了这一个成熟晶片的这个市场了，进入这个市场之后，全部打成白菜价，有哪一个厂商可以跟中国大陆竞争呢？你没有。那现在又开始限制这个 AI 的晶片，那又分成369等，你无论你分成几等，只要让中国大陆突破了这一个门槛，能够开始进行规模量产的时候，对不起，你的这一些美国的这一些限制，通通都化为乌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黄州忙回来。好，最近真的是出现了小红书难民潮哦，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星期天19号呢 ，TikTok 在美国这边就要关啦，所以大批的美国的 TikTok 的网友哦逃难啊，要逃到小红书那边去哦。那现在传出来，本来是说 TikTok 为了要续命要卖给马斯克，但是后来 TikTok 又否认了这件事情，因为他们主要他们可能这个演算法并不想要外流，所以他们不愿意出售 TikTok。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是不是已经有反制动作了？当然，这一个是媒体报道，就说，现在好像中国大陆在模拟要猎捕星链哦，12个小时可以摧毁1400个卫星哦，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模拟行动哦。那这个感觉好像这个时机点非常敏感，因为传出马斯克要买 TikTok 的消息，就立刻有这样的一个模拟行动。但是呢，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就讲说，这个马斯克你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 TikTok 啊，因为你现在应该要赶快因应汽车产业的格局变化，你应该专注在自己的本业才对啊，不要想东想西的。那到底现在这个小红书有多么红呢？在美国，我们看到像是这个 App Store 的排行榜里面，第一名写的是小红书啊，而且没看错，他写的是中文字哦，小红书哦。那这个现在大批的这个美国的网友就涌进了小红书哦，他们还在那边讲说，就先。大家开头第一篇就会讲说，我们是来自 TikTok 的难民哦，现在已经变成蔚为风尚了，然后这个点击率也非常之高啊。我们来看看现在的这个 TikTok 难民们的拍的影片呢。Hey, what's up, Red Note? I just started my account. I am a TikTok refugee. I used to do tech. Hello, friends from China. I am yet another TikTok refugee. Thank you for providing shelter for us. It has been a rough few months, let me tell you, finding out that TikTok might get banned. It is our one app where we can actually say what we think, mostly, and where we get news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tuff that we wouldn't normally see on other social media sites. 对，所以昨天很多人在滑小红书的时候，怎么全部都是外国人滑来滑去哦？周遭朋友们在讲说，怎么一堆外国人跑进来哦？所以大家打开来全是老外，甚至他们还讲说要寻找微信好朋友，努力开始要学中文哦。那这样子的状况也反映在股市上面，你看沪深创3大指数大涨了，从这个2.5%到4.7%哦，主要就是因为 TikTok 的影响，大量用户转到小红书了。对于小红书来说，泼天的富贵来了。但是更让
让大家觉得讽刺的，因为当时要进 TikTok 是因为美国讲啊，你会把我们的用户资料传到这个中国大陆去，但是其实 TikTok 跟抖音他们是分开的业务，但是你这一举，你越打越逼的所有美国自己的用户们跑到这个没有分海内外的版本的小红书哦，也就是说中国大陆他们直接就是你们所有的用户来，全部你的资料就得要注册在中国大陆，那不是完全出现了一个反效果吗？反而使得所有美国的用户自己送上门哦，送到小红书那边去，甚至还有一些人在拍片哦，就说我把我的资料全部都送过去，不要进我的 TikTok。但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也觉得美国好像有点危言耸听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川普现在要设立对外税务局哦，说要征收外国的关税哦，包含了什么税收啊、税费啊、收入啊，甚至呢说接下来的采取方式哦，会以每个月上升2%到5%的方式来增加。那这对于中国大陆哦，现在目前有一些预估啦，这经济学家在路透社的这个报道里面讲说，恐怕会使得大陆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到4.5%哦。那本来原定是5%，可能会下降0.5个百分点左右。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我觉得 TikTok 应该是根本不会对美国让步的啦。这个传出来说是让马斯克，我觉得后来 TikTok 他公司也出来辟谣嘛，就是一些假新闻啊，因为他们都不太了解这个 TikTok， 就是说它全球的营运状况跟它的政策，跟 TikTok 在美国扮演什么角色哈，如果看得很清楚的话，因为 TikTok 根本不必急。为什么 ？TikTok 现在2024年最近做的调查，它的全球用户20.5亿人，20.5亿人。美国并不是 TikTok 最大的用户，就境外哈，中国以外境外最大的用户，第一名是印尼，第二名是美国，它数据跟第3名巴西差不多，第4名墨西哥，所以呢，美国的这个 TikTok 里面大概就是占 TikTok 用户，它就1.7亿人，对，所以 TikTok 失去美国市场影响很小，影响很小。那而是美国有统计有上百万甚至数百万人是靠 TikTok 来增加他的收入的，在上面post 很多这些短视频这些赚钱的。那所以就是说 TikTok 事实上我觉得根本不会为了美国这个市场如何做出调整，把它的原则的问题调整。那它的演算法是中国大陆的法律禁止它不能在外不能出售的，所以它不会违反中国大陆的法律的。那而且呢，现在全世界美国不需要 TikTok， 谁最需要 TikTok 呢？川普最需要 TikTok。为什么呢？川普事实上他为什么他想要来营救，他叫美国的大法官会议这个来营救那么呢，最主要原因也不是他喜欢他，因为 TikTok 是对他来讲，目前对他的政治宣传最有利的工具之一，甚至远大于什么？远大于他自己的 True Social， 对，他远大于马斯克的那个 X 你放眼望去，美国的媒体真正支持了川普，就是一个福斯新闻而已对，还有谁？那么这个那么这样子所谓的旗帜鲜明的支持川普没有大家看的 CNN 每天还在修理川普对不对？那 NBC 什么在这个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 哪一个是帮川普讲话？都是要修理川普的。而且呢，川普这一次掀起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美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成功的几率我认为很渺茫他有点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那吹牛大王这个满嘴跑火车，现在美国的这些自由派媒体都在等机会好好修理他，对不对？他手上再没有一个有力的工具对他自己的政策做辩护的话，他会被修理得很惨。所以呢，我觉得 TikTok 根本不要担心，现在最急的是川普。川普在选举里面他就说，哇，年轻人居然这么多人支持我，自己都吓一跳。还有甚至很多这些对这些民主党这个拜登不利的这些新闻，过去美国的这些自由派媒体都不登的，只有 TikTok 上面有明白的这些所谓的讯息在里面。所以呢 TikTok 如果在美国消失，损失最大的是
美国未来的总统川普先生。那川普会让 TikTok 在美国消失的话，我觉得他就是太高估自己能力了，太低估这个 TikTok 的这个影响力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除非川普真的是疯狂了自以为是到了一个程度，他才会让 TikTok 在美国消失，要不然我觉得他一上任以后他一定会采取办法的。好，来请教翁老师。事实上，TikTok 这个禁令呢，为什么很难得到全面的支持？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大势就是已经进入到短影音的时代，对，所有全球的各个跨越年龄层都基本上都在手机上面滑短影音，所以 TikTok 提供一个非常广泛使用的平台。当你禁止了 TikTok， 而且它也是在美国范围，当你禁止了 TikTok 之后呢，本来的短影音的所谓的 content creator， 他就必须要再找下一个平台，所以才出现所谓的 TikTok 难民，然后进入到了小红书。其实这某种程度反映出，当美国的执政或者是美国的政治人物觉得因为中美竞争，所以我们要禁止中国大陆的很多的产品的时候，都遇到了同样的状况。所以我们一开始说，刚刚讲到小院高墙为什么没有办法成功，是因为美国从头到尾都没有搞清楚究竟中美竞争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而且对于中国大陆的理解实在是太少了，到目前为止都是这样的。所以面对所谓的 TikTok 的禁令也好，或者是未来的所谓这种中美之间的竞争，其实我觉得美方呢到现在为止呢，恐怕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至于刚刚好像华友有特别提到，《华尔街日报》有特别提到，马斯克现在不需要 TikTok。然后讲到说，他可能更应该关注的是，在汽车产业变化的时候，需要更 focus 在他自己的特斯拉。我必须说，也许我太大胆的预测，我觉得呢，对于马斯克来说，其实特斯拉本身并不是一个汽车公司。如果你觉得它是汽车公司，恐怕对于特斯拉也不是太了解。特斯拉卖的是软体，卖的是应用程式，而且这个应用程式很大一部分已经开始转移到 SpaceX 或者是太空产业了。也就是说，Elon Musk 如果真的要跟中国大陆来进行谈判跟交易，特斯拉不见得是他一个一定要守护住的公司或者是产业。这一点就像我说的，我的大胆预测，对于马斯克来说，其实特斯拉其实并不是重点哦。那更重要的是，特斯拉的马斯克他在未来扮演的什么样的角色？如果说我们考虑的中美竞争，尤其是进入到大交易跟谈判的时代，其实马斯克相信他在跟川普关系还不错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会扮演一些角色的。那至于说整个未来的，就说川普的时代，对于关税啦这个部分会不会来做调整？川普一定会增加关税，可是会不会有，或者是能不能够增加到他所号称的60%？现在看起来难度非常高。当然了，川普我们说了，他一定会增加关税，可是，一样大谈判跟大交易的时代，究竟会增加多少？其实这个跟后来的谈判斡旋有关。台湾也不需要特别，或者不用特别期待说川普会跟这个北京硬碰硬到底，因为川普的商人性格，什么事情都可以瞧的。好，来请教舰长。我们看到报道说12个小时可以摧毁1400个这个有关于 Starlink 的这一个卫星不过我跟大家报告，我在这个中国知网的论文的资料库里面其实没看到那我看到的是什么？也就是他们其实有一种叫做卫星的油罐车，也就是实际上已经开始运作了，帮卫星加注燃料。那它这个卫星呢，它有2个机械手臂，它这个机械手臂呢就可以抓住别的卫星，把别的卫星甩出那个它既有的轨道那如果说速度太快了，那可能就甩出那个甩出这个地球轨道。如果那个把它往地面那个往更低轨道甩的话，那就进入大气层销毁那实际上来讲，中国大陆正在从2023年就研发了千帆星座，也就是跟 Starlink 来进行那个一较长短的这个低轨卫星未来要布设15000颗而且实际上来讲，它现在已经在不断的发射这个千帆星座卫星，而且就是类似当初马斯克所进行的也就是一箭
1箭40星，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箭18星啊，也就是一次发射就非常多颗卫星就位啊。那至于说有关于 TikTok 的问题啊，那 TikTok 现在有这么多的难民出现，我们大家刚刚看了一下，有老人家吗？其实没有，也就是45岁以上的大家都在用 FB 啊。那如果说35岁以上都在用 IG， 那也就是真正的数位原住民，也就是他一生下来他就跟网络对接的，他在使用 TikTok。来关注啊！全世界现在最新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尹锡悦真的倒台了。这个尹锡悦被捕哦，现在南韩的检方证实哦，在今天韩国时间上午10点33分，以涉嫌内乱罪哦逮捕，因为他这个突袭实施戒严令的尹锡悦。那后续尹锡悦的车队哦，已经开出了总统的官邸哦，前往公调处调查室接受讯问。那尹锡悦的律师就讲到了，他说尹锡悦是有点好像顾全大局哦，为了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呢，主动出席接受调查，所以他是自己走出来的。那我们看看尹锡悦被捕之后也首度发声，但是这是他事前先预录好的一段影片哦，他控诉国家法律瓦解。我们来看看。안타깝게도 이 나라에는 법이 모두 무너졌습니다. 불미스러운 유혈 사태를 막기 위해서 일단 불법 수사이긴 하지만 공수처 출석에 응하기로 했습니다. 그러나 제가 이 공수처의 수사를 인정하는 것은 아닙니다. 好，自从他宣布戒严至今哦，已经是43天，结束了43天的闹剧哦。那尹锡悦也成为韩国宪政史上首位现任总统哦，这个被逮捕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哦。那我们看这个尹锡悦倒台，等于说韩国跟比较亲美的这一派呢，算是一个倒台的状态哦。那日本也开始出现了转向吗？中日的这个执政党进行交流哦，日本的自民党的干事长呢，森山裕指出，这个中日的关系前进需要具体的成果，要求现在大陆是不是可以撤销这个东京电力这个福岛第一核电厂处理排放废水之后所实施的日本水产进口的限制哦，那有一些这样的交流，希望能够跟这个中国大陆的关系更加的改善哦。除此之外呢，他们也跟解放军的东部战区的代表哦，接下来会有一个碰面，就是他们这个解放军的东部战区代表即将要访问日本，所以换句话说，是不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架构哦，看起来好像开始出现了动摇的讯号？一方面是亲美的尹锡悦倒了，另一方面日本要转向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还有人讲到说格陵兰其实也会牵动到台湾哦，会牵动到美中台的关系哦。因为现在大家讲说川普如果真的要拿下格陵兰哦，恐怕会是世界上最短的战争，应该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拿下来了。那这个因为相差的这个国防预算是差了100倍哦，那但是也不见得要用到这个真的动武的方式哦。像现在这个小川普哦，他就讲说，我们那边就有驻军啊，其实也不用真的动武哦，而且连格陵兰的自治政府哦，他们讲说现在已经开始跟川普在进行交谈哦，在寻找可以合作的机会。格陵兰他们自己的民调甚至有一个很夸张数据哦，57.3%是支持并美的，所以呢，哇，这看起来这个讯号释放出来，搞不好真的会有这样这个整并的可能，变成格陵兰纳入美国吗？那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外交官员哦，他们讲说，其实呢，川普啊，真正的意图是要防止
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跨足到北极这一块所以他才积极的要拿下格陵兰。但是呢，纽时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专栏作家弗里曼就写世界是平的这一位他讲说不要开这个格陵兰的玩笑，因为呢，如果这个美国总统决定要拿下格陵兰的话，就等于明确的表示呢，给中国大陆一个许可证，就是默许中国大陆对台动武，或者是要拿下台湾。那再来看看解放军让苏立文睡不着，他说他回顾过去2022年的时候，裴洛西访台那时候8月2号，我记得8月2号到5号之间他访问台湾，当时这个台海的局势升温让他这个夜不能眠他说除此之外，还有2023年中国大陆的气球飘过美国上空这是2大危险事件，让他印象最为深刻。而且最近看到了中国大陆的6代机很多的美国的专家在讲说他们很震惊他们改口了，原本在讲说那可能是造假，但是他们现在讲说他们这个中国大陆发展的速度的确是让人难以置信而且还有一个美国媒体释放出来的一个空照图，就说好像在广州这边的中国大陆一个造船厂发现到至少有3艘神秘的2栖登陆舰他们可能是为了登陆台湾而设计的那可能是3艘到5艘左右。那现在看起来他们从空拍图来看，这个机尾有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可以让装甲车快速抢滩有利于应付台湾西部沿岸复杂的地形，对于台湾的军事防卫造成压力。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尹锡悦他今天会被这个逮捕应该说是大势已去因为他是要所谓的奋斗到底的为什么会放弃他自己原先的主张就是说束手就擒那我看很多报道，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说他的总统警卫队事实上没有在像过去一样那么坚决的保护他。那公调处还有这个警政署的人员进入到总统的官邸据说是没有受到任何抵抗。所以呢，他过去是有人好像是靠这个所谓的这个总统警卫队这支私人军队在保护他。那现在这个总统警卫队现在既然没有强烈保护他的意思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反抗的能力了。所以呢，就只好他就说他接下来他接受调查。那会不会被这个拘留收押，这个是另外一回事了。起码他现在接受这个调查，那么被带到这个公调处去调查。那照韩国宪法法院的这个行程昨天他们已经开了第1次的这个辩论庭，那尹锡悦没有去。可是尹锡悦的律师之前就说了，他说尹锡悦会在适当时间会出席这场法院的审理的这个审理庭。那不过呢，他们要求就是说考虑到就是说尹锡悦个人的人身安全的问题。我想现在既然尹锡悦他都已经今天15号嘛，他一上午他就已经被接受调查以后看起来他明天他去亲自出席这个宪法法院的有关这个所谓的他的这个戒严案的这个引起的弹劾案的审理的这个这个也当庭的辩论他会我的推测他应该会去参加，因为他本来就打算借这个机会把他当时宣告戒严的他自己认为的合理性的理由他要一一来陈述。那不过尹锡悦现在他应该还会继续的怎么讲？他会很顽强的会抵抗一切现在韩国国会尤其这个对他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法律的追诉。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韩国现在在基本民意上基本盘上现在是分裂的，也就是支持尹锡悦的保守派力量现在看起来受到这个尹锡悦被弹劾，然后可能会失去总统职位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刺激以后那么也往比较激烈的路线走。那另外一面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进步派，也就是现在的在野党，那他们想要借这个机会把尹锡悦拉下台的这个意愿也都是非常强烈。所以现在韩国面临一个这个从基层到上层都相当对立的一个情势。不过这次他被逮捕，事实上看起来支持者并没有，就是说尹锡悦被逮捕并没有造成支持者太大的一个怎么样一个
激烈的行为啦。对，主要是因为这个案件啊，现在进入了宪法法庭。那宪法法庭现在已经有8位大法官，那么已经形成合法的这个会议议决的人数。另外一方面呢，据外面报道呢，这个8位大法官里面呢，有3位大法官是保守派，3位是进步派，2位是中间派。所以呢，就尹锡悦的角度来看，他还是有希望。这3位大法官属于保守派，跟他同派的这些大法官，如果都投票反对国会通过的弹劾案那尹锡悦就败不复活回去再继续做总统。所以呢，我想这个韩国的这个2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会继续延续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那接下来就是看这个那么尹锡悦现在已经接受调查，可是他会不会继续收押这是一个变数。另外一个就是说，宪法法院审理这个案子的速度，因为他有6个月的时间要完成这个审理。过去前2次的这个弹劾案大概都是90天之内就做出了决定。那如果是90天的话，那对韩国的政局是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悬而未决对立的事情，那么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太长的话，真的是有一点会失控的可能都会增加。所以对韩国来讲，我觉得韩国的这一次政治的闹剧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一个舒缓的情势。那么随时还可能如果说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很可能会走比较激烈的路线。不过不论如何啦，韩国的经济已经为这次他们这个高层的政治斗争已经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好，来问翁老师。是韩国总统尹锡悦成为韩国史上第一个在任内被逮捕的，或者是被要求被逮捕的这个总统事实上，他就已经凸显韩国的内政可能在所谓的政治斗争上面民主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动摇那我们看韩国呢，其实不只是看尹锡悦他出了状况，其实韩国牵一发动全身，它整个影响了东北亚的局势，尤其是美国在拜登时期一直强调的所谓的这个美日韩3国同盟。当尹锡悦下台之后，第一个遇到的挑战，或者第一个做出反应的，其实就是刚刚翟轩你分享的日本的新闻。你看日本看到了韩国出现了动摇，日本本身跟韩国之间的关系就有一些历史的恩怨情仇。过去拜登是强加力量把这2个国家携手合作，看起来像是携手合作，可是你仔细去询问，不管是政治精英智库，大家都知道日本韩国的关系绝对不会因为美国的强加介入就真的变成了惺惺相惜。相反的，当尹锡悦的政权垮台之后呢，其实日本马上就做出相对应的反应，也就是日本跟中国之间似乎要重建所谓的沟通管道，而且日本也看到了现在的石破茂的这个团队呢，自己的政权也是摇摇欲坠，他想要跟川普来接近，可是川普见的是安倍的老婆，而不是石破茂。其实日本现在遇到的挑战也是美中竞争，他看到的是美中竞争可能会继续竞争，可是韩国靠不住，东北亚的局势在川普的时代恐怕也不会是讲究盟友的关系，而是更多的日本要靠自己走自己的路，所以才会看到日中想要拉拢关系。从日本、韩国的反应，其实都在凸显着全世界看到的是川普时代的不确定性是极高的。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川普丢出了很多的话题，确实他自带流量，他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引发很大的讨论。格陵兰要买格陵兰，大家觉得很夸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可是你再进一步推敲，它有没有它的逻辑？其实也有逻辑的，因为格陵兰有它的重要性，至少有2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是全球暖化之后的北冰洋变成一条可以走的航道，这一点舰长一定更是了解的。再来呢，格陵兰有可能拥有非常关键的稀土矿产，这一点呢，在中美的竞争当中，如果继续要发展中美竞争，而且真的要能够战胜中国大陆的话，其实美国靠着所谓的小院高墙基本上是做不到的，因为稀土大部分的矿产仍然在中国大陆手上，也就是拜登的这个川普的这个论述，拿下格陵兰，虽然有自由派的Freeman 跳出来反对，甚至是讲说这样子呢会造成可能全球的政局的改变，甚至是有可能造成整个中国大陆起而效尤。问题是很现实的是，共和党会说
对美国利益有利啊。如果美国可以拿到稀土的开采权，格陵兰属于美国，或者是至少是成为美国非常可以控制或者是掌控的，对美国绝对是有利的。川普他的100%的要求是买下格陵兰，但是如果做不到100%，做到50%，也就是格陵兰让美国可以大幅的来管控，那甚至格陵兰的人民也许也不排斥这样的想法。事实上，川普是大加分的，再加上我们刚刚讲到几项利益，然后川普觉得他可以搞得定中美关系。相对来说，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苏立文说他睡不着，其实就反映了小叶高墙其实没有效，而且其实民主党政府呢，尤其是苏立文过去这段时间，他还讲到了这个所谓裴洛西访台让他睡不着。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美国的政治精英圈真的了解所谓的中国，或者真正了解亚洲局势的，其实真的有限。即便是苏立文，他都会因为这样子而睡不着，代表着是他对于北京的判断，并没有让他有胸有成竹的把握。我坦白说，他对于北京的了解恐怕也是非常有限。这一点呢，那对比于现在的川普，现在的美中的关系为什么让大家紧张？是因为刚刚说了，苏立文拜登政府搞不定，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川普是觉得自己可以搞得定，可是真的吗？事实上，军事的发展等等事实上中美之间的差距确实是越来越小。这一点在接下来这4年竞争会白热化，但是川普的处理方式会把美中带到所谓的大交易、大谈判时代。台湾真的要非常把关注赶快搞清楚，究竟在这样的一个大谈判、大交易时代，台湾有什么筹码在手？好，来请教舰长。讲到这个6代机的部分那之前美国五角大厦的新闻副秘书呢，他讲说没有评论了，而且呢，他祝大家佳节快乐。那但是我们这样看现在对于针对这个6代机讨论的这一些美国的将领越来越多那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一张其实呢，也就是美国的专业杂志专门在讨论飞行的他就讲到说，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指挥官警告，解放军呢事实上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而且是最现代化的军队。那这一个部分呢，它不是只有用形容词它用了名词，而且它用了数量。怎么说这件事呢？我们看到他讲到说，2027年在这个国际换日线以西国际换日线以西就是等于从第3岛链以西全部。那他讲说，美国的军事部署中国现代化的战斗机数量要比美国多12倍，这就我讲到它是有量词的那而且呢，第5代战机的比例是5:3，海上巡逻机的数量，也就是我们讲到舰载机的数量比美国多3倍。那这是我们看到说这一个基地的这个指挥官呢，其实他担负的是什么责任？其实他就是不断的在测试美军的新装备然后他每年做了7400多项的一个任务，然后有2000项用于测试。然后他讲说，这个解放军的进步有多快，其实是前所未有的。那国家利益杂志他就讲了另外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又是讲什么？这美国只要讲到史波尼克时刻就代表了真的是那个鸡皮疙瘩起来了他这边讲到说其实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进行这个军备竞赛，哇，这个厉害！上一次军备竞赛可是美国总统雷根透过这个 SDI 计划，然后把整个那时候的苏联搞垮了。现在原来中国有这么大的实力，其实不是如此，而是中国大陆汲汲营营的来进行这个有关于它的攻防兼备的一个准备。那至于美国呢，一天到晚花一大堆钱，支援这里支援那里，然后搞一大堆无用的举措，然后现在我们又听到了讲一大堆那个言不及义的事那所以我们这样讲有关于这格陵兰的部分，我个人相信那其实他们最可能的，也就是像马绍尔群岛、像帛琉一样，变成一个自由联合协定下面的
一个附属国。